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年2024年刚刚过了半年了。2024年7月17日，德国最大一家综合性报纸《法兰克福汇报》看到了一条让德国人非常泄气的新闻，取的标题也很不一般，译成中文大概等于2024年上半年中国电动车一骑绝尘。仔细看数据，该报纸没有夸张，确实是这样的情况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怎么样。2024年上半年电动车销量，我们看左上角这里是纯电动车，中国超过250万辆，比去年相比增加了13.9%。下面是欧洲5国，一共有哪些国家呢？我看了一下啊，有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以及英国这5个国家一起呢，大概差不多57万辆，比去年相比减少了0.6%，而这个减少主要是得益于德国。我们再往下看，美国55万辆，比去年增加3.6%。然后呢，其中这是德国18万辆左右，比去年大减了16.4%。然后呢是英国16.7万辆，比去年增加9.2%。法国大概不到16万辆，比去年增加了14.9%。我们看下面是油电混合动力型汽车，中国又高居榜首，差不多180万辆，而且比去年相比增加了惊人的89%啊！大家可以看到89%。欧洲5国30万辆，比去年增加5%。美国16万辆多，增加了33.9%。其中德国呢不到9万辆，比去年增加13.3%。英国8万辆，比去年增加31.2%。还有法国7万多辆，比去年减少了5.5%。为什么法国呢？这个混合动力型汽车反而减少了？这个我也不太理解。但是很明显，我们看上面这蓝色这里啊，德国的纯电动车销量竟然比去年大减了16.4%。为什么在2024年上半年德国电动车大幅下滑呢？我们看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是怎么说的。他说啊，主要是因为德国糟糕的充电基础设施。你看，我以前在咱们一期节目当中也说过啊，德国的充电基础设施特别的差，所以这样一联系起来，我当时呢没有说谎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第二个原因就是高昂的电费，还有第三个呢是激烈的汽车文化战争。这个汽车文化战争我给大家也解释一下，主要是德国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大国，对吧？所以德国人不管是从他们的国家领导，还有到普通老百姓，这个观念一直没有改变，就是很多人，大部分人认为啊，这个电动车没有未来。主要是这些人是在德国，从德国的立场来看这个电动汽车的发展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国那边电动汽车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，所以他们才有这样的所谓汽车文化战争。这不足为奇啊，就是德国自己的错或者自己本身的问题吧。充电基础设施当然最主要就是充电桩，对吧？充电站、充电桩，全德国大概有12.8万个左右，其中25000多个是快充的。我们看中国的数据，我说的数据都是可以去查的啊。如果大家不信，我就可以把这个链接把它告诉大家。中国的数据啊，作为对比，截至2024年4月，中国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达到了961万台，961万，而德国呢是12.8万，这个差距有多大呀？2024年1到4月，中国的装级车的比例为1:2.5，也就是说，一个充电桩对应2.5辆汽车，电动汽车啊。所以在中国啊，一般很少遇到充不上电的情况，而这在德国完全另一回事。因为我自己呢租过2次电动汽车来试开，确实呢我发现很多问题，其中在一期节目我也说过了，就是充电基础设施太差，导致了德国人很多人不愿意买电动车。而且现在电动车二手车的市场啊，它电动车那个掉价非常非常的快。刚才咱们说的是充电基础设施是德国的啊，那现在我们看看德国的电费。这个电费在网上可以有那个表格来计算，比如说这个图我设定是400公里，
为什么我设定400公里呢？因为现在一般稍微好一点的电动车，它的续航里程大概是500公里以上，就是实际上可能它能够开到400公里左右，所以我就设定了这个。你看400公里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在德国，如果呢你自己家里面没有充电桩，没有充电设备，总是到街上或是在高速公路旁边那种休息站去充电，那么在德国的电价是0.79欧元一度电，折合人民币大概是6块多。那从这个计算电费的表格可以看到啊，400公里的电费几乎达到了50欧元，差不多400块人民币。400公里差不多400块，也就是说呢，几乎1公里要1块钱人民币的电费。那如果在德国在家里它有充电设备呢，它可能是慢充的啊，每度电在德国大概是3毛钱，3毛欧元左右，折合人民币是2块多。我们看这个表格啊，400公里的电费几乎也达到了差不多20欧元，我计算一下，大概是150元人民币，也就是说1公里差不多要4毛钱左右。但如果是出远门，比如说超过300公里，因为你要来和回，对吧？来回就600公里了，所以呢，肯定要在外面充电。那么这么综合看起来啊，每公里的电费可能要6到7毛钱左右，在德国，即使你家里有充电桩，因为呢，刚才说了，出远门，它肯定要在外面充电，所以这样综合考虑，在德国1公里大概是，即使你家里有充电桩，也要6毛到7毛人民币左右。好了，我刚才呢给大家看了在德国充电这个电费啊，一个是综合的，自己家有充电桩的，还有呢，另外全部是在市区或是高速公路那个休息站充电的，这样的对比啊，一个是大概1块钱一度电左右，就是直接在外面充电的，家里面没有充电桩；另外一个呢，家里有充电桩，综合电费可能每公里要6毛到7毛左右。好，你们对比一下你们在中国那边的啊，大概是多少钱？然后你就心里有底了。我粗略计算了一下啊，开电动车，德国的综合电价大概是中国的6到7倍左右。我们把这个收入的差别考虑进去，那德国的电费还是比较昂贵的。另外，在德国呢，汽油它每升现在不到2欧元，接近2欧元，也就是大概15块钱人民币左右一升。所以呢，最后电动车的车费啊，与这个油费，也就是烧油的油车的油费几乎没有区别。甚至如果是你总是在外面那个充电的话，也许还要比油可能还稍微贵一点点。加上德国电动车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高，几乎等同于高端产品，或者在德国呢，电动车几乎相当于奢侈品。德国人调侃的说啊，电动车是精英人士才能开的车。所以以上3种因素就导致了德国电动车销量反而下降，就销量一直不高，而今年上半年反而下降了，就这个原因。我再重复一下吧，3个原因啊，一个是糟糕充电基础设施，一个是呢高昂的电费，另外一个是在德国电动车的价格特别高。有多高呢？比如说比亚迪在德国大概是4万欧元左右，也就是30万出头，在中国大概是10万块钱左右。你看这个价格有多大的区别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接着来看看德国上半年在德国最畅销的30款种车型，比亚迪竟然没有进入前30名，可能是因为之前啊，比亚迪没有大规模进入德国市场，但是在德国它的媒体关注度特别的高，估计呢今后销量会大爆发。我们看是哪30款车型呢？在德国排在第一位的是大众的 ID.3，它今年上半年卖了13000多辆，然后呢是名爵4卖了9000多辆，然后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卖了16000多辆，然后呢是 Skoda 等等。我们再看有哪些中国车型啊？我觉得第8这个 Smart 这个它勉强算得上半个中国品牌。为什么呢？了解车的人可能知道啊 ，Smart 最初是梅赛德斯奔驰的，对吧？但是后来应该是2020年那年，这个梅赛德斯奔驰到中国一起去跟吉利建立一个合资厂，它采用吉利的技术以及生产线，在中国生产这个 Smart， 但是这个品牌还是属于德国的，但是它的技术呢是中国的，对吧？生产是中国的，也就是属于吉利的。而吉利据我所知又是梅赛德斯奔驰最大的它那个股东，
所以 Smart 肯定有一半算得上中国的车了啊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11沃尔沃对吧，也是中国的。再往下看，还有一款是沃尔沃的，还有这个28这个极星2，现在已经到极星4了，应该是极星应该也算得上中国的。虽然很多人认为它是瑞典的一个品牌沃尔沃的，他认为啊，但其实呢是属于中国的，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吧，这个吉利公司就全部收购了沃尔沃私人轿车的业务。也就是说，凡是私人轿车的，不管是电动的还是传统燃油的，都是属于吉利的。所以这个极星2或者极星吧，在中国很多人不知道，但是在德国销量特别的好，所以它也进入了在德国的前30名啊。接着我们来看看电动车的渗透率，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。德国的数据我只有6月份的啊，就是今年6月份，6月份德国电动汽车占新上牌汽车总量的比例约为14.6%，也就是说，在德国新上牌100辆汽车，新的汽车只有14.6辆是电动车或者新能源车。我没查到2024年上半年德国这渗透率，我估计呢也在14%左右。那中国那边数据呢？我们来看看，据中国经营报报道，新能源汽车发展进程并非全球同此凉热。乘联会数据显示，2024年6月，中国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达到48.4%，而同期，美国市场新能源车它的市场渗透率仅为9.7%，欧洲11个国家一起啊，它的新能源车渗透率为23.1%。那么2024年上半年新能源车的渗透率有多大呢？我查到的数据是在中国大概为35.4%，而德国上面我们看了啊，可能就是14%左右。美国及欧洲11国6月份的数据，我觉得跟它上半年的数据也相差不大。比如说美国可能是低于10%，而欧洲11国呢一起大概在20%左右，都远远低于中国。其中呢，我想提一下深圳。它6月份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77%，就是说燃油车仅有23%了。要知道啊，深圳的人口大概是2000万左右吧，它比很多欧洲单个国家全国总人口都还多。所以我觉得啊，把深圳拿出来跟欧洲国家比，完全有可比性。你看深圳，它的渗透率就77%了啊。你看欧洲国家，它远远低于中国啊，更远远低于深圳了。所以这么比的话，深圳的新能源车它的渗透率啊，我估计它是妥妥的全球第一，而且新能源车它的比例也是妥妥全球第一。朋友们啊，从以上我综合中外的数据可以看出啊，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确实没有夸张，中国新能源车的销量确实是一骑绝尘。从德国前往中国，特别是前往中国南方，一下飞机出了机场就明显感觉到这个差别。你看，中国的机场外面的大部分出租车还有网约车都是电动汽车，对不对？特别是在中国南方非常的明显，很多中国的城市啊，还有小县城啊，很多公交车也是电动车。像我们老家广西桂林工程，那几乎全是电动车。现在，因为我这几年回去没有见过燃油这公交车了，都是电动车。所以我觉得在全国很多其他的小城市啊、小县城也是差不多吧。中国北方这几年我没有去过，所以我不敢说啊。中国南方真的是这样。而在德国呢，电动车是例外，而电动公交车就更是例外了。也就是说，在德国几乎还是燃油车的天下啊。去过中国的人，到了中国后受到的打击，或者说给他的心灵震慑是非常巨大的。这个从最近各个西方国家或者其他国家人，很多老外到中国旅游后发布那些外语视频，对中国几乎赞不绝口，就可以佐证了啊。西方人真的是生活在信息茧房里，到了中国，他们才是刘姥姥进大观园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，大家。